现在会不会比较容易一炮而红啊？因为越纯越少的就越多赖咯。啊，真的啊因为你又不可以太肤浅，你又要有气质，要有内涵，对不对？这很难做到的。要露的有内涵。对，又不能露太多，要刚刚好。阿姐哦，这么多年你受到过批评吗？我就是那个不给电话给记者的艺人，所以我是黑名单的。他们可以批评你啊，写东西写你不好。若干年后，那个记者已经退休了，他说：“哎，我真的时候真的很幼稚，我为了气你没有给我电话，我竟然。”慧眼说亮话，那每一期呢，我都会请一位嘉宾朋友来到节目当中，谈天说地，畅所欲言，聊聊大家喜欢的话题。是希望 like and share and subscribe。对，今天我们请到阳光可乐，大家好，我是阳光可乐，亮哥好，阿姐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可以放得轻松点。今天我们可以很轻松，是哦，是吗？因为他一个人可以讲很长时间。哎呀，我们可以吃点心。我可以吃的。你对镜头讲一个人讲过话吗？讲很长时间有吗？就直播。这直播比较就1-2个小时 OK。不止卖东西了，不卖东西了，不卖东西就纯聊哎，纯聊，讲1-2个小时。有网友会跟你一起聊的吗？啊，聊什么？就什么都可以聊啊。他们什么都聊的，真的什么都聊。呀，那有时候就唱歌，煮一点东西，唱歌跳舞，煮东西。呀，我之前在主动措施，我开直播是煮东西，就是煮的很烂的，越烂的东西人家越要看。其实他今天讲到了跟一点我们今天主题有点关系。我们今天聊就是在新加坡娱乐圈怎么能一炮而红，对吧？对。但我觉得这个慢慢聊嘛，哈。先讲是我想了解一下红怎么定义红，我不晓得我们跟你对红的定义有没有什么区别？你觉得什么样叫算红呢？在本地？哎呦，其实很难呢，这个定义真的很难。是有流量吗？算红？还是你？现在来说是哈。还是走在街上，人家叫得出你的名字算红？这样有没有人叫错过你名字？叫错？有很多。他叫你什么？比如，对呀，他们就是叫我一个最荒唐的，就是你是那个阳光灿烂，好像你是那个阳光灿烂。他主持吗？他讲你是那个，哇，这个好笑，这个好笑。我开心，我就这样人家认得我了。你对你现在的艺人，如果红的标准，你哪些？刚才你讲的是民众对你的感受，是我突然想到一个啊，还有什么？是不是最红的时候是赚钱赚最多的时候？对你们来说，钱最多就忽然间有很多广告上，就是业配啊、广告啊、代言，有很多代言。是。现在会不会比较容易一炮而红啊？很多的管道去让你自己红，只要哪一些方法？就好像你可以做直播啊，你可以 TikTok 跳一个视频啊，哪怕你是拍一张很奇特的照片啊，那你就很容易可以。但我觉得相辅相成哦，你拍的人也多啊，每天可能有几百万个照片在 PO 啊。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很重要，就是刚好你做，就像我们3个现在做一样的东西，但是我们 PO 的时间点不一样，就是刚好就是那一。肯定我红，没有人看你们吗？啊？哪有？没有，我是说，对啦，我们3个 PO 一样的都没有的，而且人家做过的都不红，别说 PO 一样的。对，你不要以为这种很容易的，这种没有认为容易，对我来说太难了。所以你只有不断的一直创作创新，就等那一天你自己爆红。所以我就说，你看我们当初啊。大家都要努力，他们也要努力，对吗？你们拍社交媒体，你讲了够4个也不容易。是，但是我觉得主动性要比我们强很多。我们那个时候首先有个前提，要公司给这个机会，对吧？给了机会了，是。那因为运气好，刚好这部戏找到你，那接下来你确实要努力了。演好之后就有下一步，对吗？是。而你只要想拍，你可以一天拍200多部，对，是你自己的。是。PO 与不 PO 也在你自己。对不对？在社交媒体目前上年纪又能一炮而红的，是，对吧？如果直播就很直接啊，就是王雷大哥啊，对，那是因为一条鱼而红。什么一条鱼？就是以他自己的风格嘛。是，我们每次笑他，因为他说拍了几部电影啦，出了几张唱片啦。我讲你，可是你是因为一条鱼而红。对，你知道那个最近的那个 Uncle Raymond 啊，他不是100年前这样。这个我们很好来讨论，你知道 Uncle Raymond 吗？对。那个光头的那个很可爱的但是你有没有发觉，大家总是把重点关注在跳舞，我绝不放在那边。因为道理很简单，你去找10个 Raymond 来跳，搞不好红的还是他。为什么呢？形象。
对他的那种热情，他的那种专注对投入陌生人的感染力，真的不一样。你找个人，好比说我这样的，如果站在巴士站请人家，人家搞不好就不肯配合。懒得理你啊，有点神经有问题。所以我们讲这个要一炮而红啊，首先要做一些前人很少做的，是然后所以说剑走偏锋嘛。可是问题是现在前人走过的路太多了，剩下路不多了。对，所以你要你自己异想天开的东西，动足脑子啊真的。对，你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呢，你觉得多久要更新一次？我觉得最好是每日更新一次。你看每日像 IG 的 post 啊，所以是不是这样讲？凡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所谓的网红，他们其实停不下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停不下来，而且他们脑子一直要想点子，而且一直要在更新。最好是如果做到很大的话，要有quality，要有团队。对，好赚不简单了，好赚，好赚，网红很好赚的啊，网红。没有，就是以他的付出来说，我还是觉得好赚，我还是觉得好赚。网红他们有无限的可能。你很难说，你看马来西亚的，他们一些 YouTuber 一些网红做到开演唱会嘞。必须要说哦，你一旦 po 一个东西，看到下面点赞人大多，很爽的。对对，有成就感是会。你有没有哪个视频 po 出去？就比较失望，没有什么。有时候你会觉得，我随便的咔嚓一下 post，还不错哦。可是你哇，修到美，是什么原因呢？不知道，可能他们讲 post 的时间有关系，post 的时间什么时候人家？你现在方便揭秘吗？这是我个人自己觉得啦。什么时间？你觉得？我觉得晚上。而且不能太迟，7、8点的时间是最好。7、8点不吃晚餐的时间？不知道嘞。大家都在刷手机可能因为你 PO 吗？你 PO 了 OK 有一点点，可能他们吃完了8点到9点，就刚好你 PO 出来了。是不是跟 follower 也有关系？你的 follower 刚好那个时间比较有空。可能是，可能是这样嘞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像像可乐，因为你这样的到今天也没有很把握的讲，我 PO 这个一定会很好，把握。没有很大把握，但是类型有把握。什么类型呢？越传越少的就越多like咯。真的，对，也不可以，因为你又不可以太肤浅，你又要有气质，要有内涵，对不对？这很难做到的。要露的有内涵。对，又不能露太多，要刚刚好。那这个你是指现在全民都有红的可能哦？而且有没有年轻人问过你？而且我想跟你一样。对咯，你不可以提拔我，这样我可以做你徒弟吗？我也想了，而且我想做你的徒弟。艺人要让大家留下深刻印象，还是有个人特色。对。然后基本上，如果好像我是演员，还是要有作品。好像亮哥他是主持，他的主持功力是也要有一定的定位在那里，大家认同他，而且还要一直在进步。对，就是你所在 social media 所做的东西是一个 support。它会让你这个东西，就好像如果你主持的很好这个节目，你在social media 里面做一些你自己的一些视频还是什么，它会把这个东西让更多人的去看到你不一样的地方，或者是认识你。可是你的底还是要在那里打的基础要打得好。是，比如说有些人问你，他问说我会努力的，你相信我？不，我没有机会。我怎么样让公司给我机会，给我这个平台呢？我觉得是等呢，真的是等，就是机会有些时候不是说每一个人的几率都不一样，可是你真的要不要说机会来了我才来去努力，就是你平时都要把自己就是很多方面都要做得好一点啊，就是你把自己的状况啊、状态啊、形体啊，很多东西你可以去自修的嘛。那时候接剧本就是一步接一步，一步接一步，所以那时候拍就接到三面夏娃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人物很有趣的是，我觉得可能那个是爆点的地方，是因为你懂早期的艺人，我跟你讲潘玲玲连这种穿到这样啊，还会粘 masking tape， 这种都会粘 masking tape 的。很奇怪，这样看得到吗？也不可以的。所以保守，很超级保守，艺人都穿运动装的。我就设定了我的朋友，他是我就是一个 guy 人物形象，对人物形象。然后我觉得他你是穿那种吊带很 sexy 的，我就学他，就是可能这个形象可以走这个方向。我说这个女生可能要穿的，因为她是比较大胆啊，不，他不是豪放，是大胆的，就是作风就是大大拉拉的。他说豪爽啊，就是给他这样的造型，这个女生啊，然后就喜欢好高骛远的，然后当然爆炸头嘞，那爆炸头是因为我有前期后期嘛，那个头发就是因为要后期
坐牢嘛，就是头发这样。然后我就说怎么办啊？说，然后我的发型师说你就垫一个头发。我说哈，那是你垫头发很容易，你就随便打一个就是胶什么 moisture 这样打松它。然后如果你要坐牢的话就垂直，你不用戴假发嘛。我说是，这样我比较快，比较容易一点。所以可能那时候观众很新鲜，这个人物的人物造型很鲜明，然后加上他的那个整个形态啊，就是比较大拉拉、很大胆的去演，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角色对，有点眼前一亮的感觉。对，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以红来讲啊，我们以前的红看样子，偶然的情况很大，是你们现在红主动的情况很大，当然难度呢，我觉得一样高。对不对？对，并不是说主动，你们现在就很容易红，我觉得也不容易，都是要突破，大家都在突破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那个时候呢，很偶然，也不太容易，因为谁知道这个戏是你的还是我的？那个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啦，所以你觉得你最高峰期的红是下一个节目？其实没有啦，我其实我不知道红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，因为真的没有突如其来的，好像代言很多啊等等。我要说的就是环岛追追追了，因为倒不是说这个节目做的多好，是这个节目也是跟会一样，因为这个节目之前没有这种类型的，是最红的是《江山万里情》，台湾来的，大家喜欢，然后我们就做了等于是本地版，不过有我们自己的特色。所以这个做了很多年，所以人家好多年里面见到我都在讲这个节目，对，代表作，对，应该是就是这样了。对，那个时候就是你要拼命，你要努力，你只要机会到你手上，对，就有希望冲啊，就是冲了。好像亮哥因为他做主持，他必须要在文学方面就是比我们比常人多一些，所以很多东西要去做一些。就是功课，所谓功课，然后自己要好好的去多，好像我们做艺人就要去多磨练，去看别人的表演。是整体来说，新加坡娱乐圈难进吗？如果现在一个年轻人很喜欢，还蛮难进的哦。我们必须要把门槛讲得高一点，对，保证我们的地位。不，事实是不容易嘛。像我这样，我就是从歌台嘛。你是被人邀请挖进来的？不是，我是参加也是比赛。歌台的比赛对啊，那个歌台比赛嘛，歌台新力量，对，然后他们就签了好几个是吧？然后就主动，不好意思，我自己戒指签了我。那是你自己跪在那边？不是啦，因为毕竟其他参赛者年纪也比较大了，没有，他有特色，觉得他有特色。那个真的是比完之后公司就找你，是有这个机会。我觉得进来那个过程还是有附带条件，年龄啊，那种专长啊，然后后面我觉得自己的抗压能力，这个就是你在于你的成就过程里面，你怎么去面对它，也是一个。对，可乐觉得你比如说你做网红，你当然越来越有经验，越做越好。可是你必须你还是属于新传媒的艺人，是？你觉得做一个艺人？需要哪些条件？当然，这个我就觉得很大分别，网红跟艺人还是会有差别。就是网红就是很随心所欲的嘛，想要做什么，今天想要做什么都可以，这样当然不犯法的东西都可以。但是艺人怎样说，还是有个形象，还是一个榜样，人家会看。所以我觉得除了刚刚阿姐说的长相美啦，怎么样，还有一样，我觉得最重要，艺人要不害羞。不害羞，不排斥。好像如果你要做一个艺人，上去唱嘞，不要了，这样，表演，你是模特，走一下嘞，不要了，这样，什么不要了。我就觉得现代了，我就觉得现在很难，因为竞争力强，所以你就是要表现，你要表现人家才会看到你，所以不害羞是一个，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。以前你做歌台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也没有社交媒体嘛，对吗？那时候。开始有一点点就面子书。对，我想说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看过行业里面，如果有人特别想出位，会做什么？我觉得歌台关系很重要。谁跟谁的关系？就是台主跟台主关系也好啊，跟请的老板也好啊。为什么呢？跟他会请你身边的朋友就是跟歌手也好啊，都是关系，就是换来什么好？什么换来什么？就是比如讲跟台主比较好一点，友好一点，你有台会叫我啊，对吧？如果我跟歌手好一点，就介绍来介绍去啊。那如果跟老板关系好一点，他叫台，他就会指名点我去做啊。所以我就觉得关系。
对，因为在他们那个行业里面，红不红，重点是演出机会要多，对很实在的吧？对，多次就多钱啊，而且更多人认识你们。因为我看到唱歌台有很多老观众，他会给红包，是，那要跟他们关系也要搞得很好，是吧？就是又要讲回来咯，如果你红包就会多一点。你以前算是红的歌台艺人啊，我不算1到10的话，我你是什么？我应该是5、6这样了，5、6。你比郑龙红吗？我们不一样时期。因为我进的时候，我在跑比较多的时候，郑龙已经在驻唱啊，又怎么样了？他比较少在歌台所以我跟郑龙没有在歌台碰到我们以前有一个7月，我们有比看谁是跑台歌后。就整个中元节期间，对，看你可以跑多少台。那最厉害的多少台？有100多台100多台。那个7月可以跑100多台。就在新加坡？对，在新加坡30天了，跑100多台。OK，给他算是1天啦，给他多1天，100多台。那也很厉害，很厉害。你还一天至少要4、5台他一台最起码15分钟嘛，20分钟一台，20分钟一台，21台啊。对，然后我们还有第1名、第2名、第3名。对，所以我是觉得以台数来看你红的定义。因为很多人跟我讲我总说哇，你们现在年轻多好，你们现在这么多渠道，多容易红，只要有人看。我们那时候多累啊，要主持一个节目可是他们会告诉我，亮哥，你不知道，现在你今天想一个 idea，明天有10个比你牛的 idea，马上就把你吞没了。后天你如果没有新的出来，马上就被人忘记了。我们当时，你们当时，我们当时，你如果演个戏，10年人家还在讲这个戏。是。红生命力强吗？还是艺人？所以爆红容易而维持难，对不对？爆红容易，可是艺人维持就比较简单。对艺人你只要爆红了，你有那个知名度了，你永远就懂你是两个。这个行里面大家知道，只要你演出主角，问题不是很大，演过2部以后，基本上就那个咖了。是，有的人一辈子演不到，他就真演不到了，过了那个真的演不到，除非那部戏特别适合你，要不然你就永远配角。对吧？也不是这样啊。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的，没有这样的定位了。现在观众是有要求的，他还是会，即使你演的主角之后，你的还是有新人出来的啊，大家会觉得没东西看的时候，他们也想一个，你没有改变，你没有东西给人家。但是稍微好一点，比如说你说一线的，大概能够不管怎样能叫出。虽然某某一线他可能3年没有演过戏了，可他还是一线。对。网红没有1线2线的，就是你今天红了就是红了，对，你明天大家忘记你的就是啪。对，阿姐这么多年你受到过批评吗？当然有啊，真的？当然有啊。最大的攻击会是什么？我就是那个不给电话给记者的艺人，所以我是黑名单的，我是记者里面的黑名单。这有什么问题？因为他找不到你啊，他们可以批评你啊，写东西写你不好，有某艺人什么什么的就讲啊，就是写你不好。然后我跟你讲，真的到后期的很多年，若干年后，我真是若干年，至少10年后，那个记者已经退休了，他说：“我真的时候真的很幼稚，我为了气你没有给我电话。”我既然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我说我没记在心上，因为做艺人要吞的东西很多，太多了，真的。因为我不想我自己的私人生活都要被你们占据，我什么东西都要回应。理论上是，我觉得是有经纪公司嘛，有经理人嘛，理论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，他们就直接找艺人嘛。这个杨文可乐被批评过吗？有，就酸民不算，酸民永远存在的第一部戏啦，第一部真的是戏剧，真的是戏剧哦。就老友万岁，然后就老友万岁是长寿剧啊，长寿剧，那是我第一部真正的戏剧。你戏多吗？我还不错嘞，我喜欢徐冰的，徐冰是那是徐冰不错。对。什么叫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我喜欢徐冰，所以我一直在他身边嘛，一直黏着他嘛。然后呢？还是什么？然后人家讨厌你？没有，就是导演咯，可能他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也刚刚才进入这个演艺圈，OK， 然后他就会直接就是讲你了，因为我真的是不会嘛，然后他就讲今天这样你坐这里，你喜欢他，你不会坐他旁边，你不会的这样。真的，这是在讲你的导演是比较凶一点。对，这样我喜欢这个我知道谁我应该坐他旁边这样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我很合理，我坐他对面也很合理呀。对吗？是不是？我坐他对面也很合理。我爱你，所以我要看。我爱你不一定要靠着你吗？对呀。对，那你不会这样跟导演讲吗？我不敢，那时候我不敢。公众的批判有没有？批评有没有？公
公众的其实也蛮多的。哎呦，这样惨嘞，我的人生蛮多的。好像说啊，我觉得我的声音很像变性人这样，这种我改变不了的，我就觉得好像。哎呀，就当它是一个玩笑了。这个不算啊，这是。可是以前我的真的玻璃心哎，我进来之前，就是我进电视台刚刚开始，好像人家只要说我一个发型不美啦，还是怎么样，我就会很受伤嘞。到今日，我真的觉得，只要你不批评我的家人啊怎么样啊，我都 OK， 你就尽管讲吧。我是讲说，有没有哪一种批评啊，你真的从此改了，你觉得应该改过来的？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有价值的。有吗？我觉得最大的就是语音吧。语音就是我刚入行的时候。对，我觉得对，现在你讲我就好很多。对，有没有人批评你的？我没有，我太太我以前讲过了，她都批评得很呢，外面根本比不上她。你的太太？对，她对你很严格。比如她是一帧一帧看的，又来了，什么表情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做表情，多傻。很好哎，你有这样的太太。在别人批评之前，最多的是家人。是。阿姐听到负面的批评怎么消化呢？以前，不论你多长时间在这行，我觉得负面东西基本上还是会有点影响你心情的。有，当然不像早期的时候，哇，整个人有点崩溃这样。其实刚入行新人的时候，因为以前我朋友就一定要看报纸有没有讲什么新闻，不好的哇难过。那我说你，然后我就讲为什么你要去看它？如果是不好的，你就不要看。真的要学习，是真的很多的评语对你已经开始的理念和负能量很强的时候呢，我就已经慢慢开始学不看不去听。对。然后你只要大纲知道是什么问题，如果出现在自己的话，你就要改啊。对我来说，我倒是不怕负面的，我可以去看，因为我觉得我够稳定去评判，如果是酸民，我就可以丢，一笑了之。心够强大。如果说错，我想办法改。但是我有一点对我来说是特别难过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他们讲我在，比如说在工作中，例子很多，比如说我欺负阳光，比如说我跟阳光可乐一起做个节目，比如有人写进来，郭亮一直欺负他，比如说。你懂吗？这个是难受在哪里？我在意的是阳光怎么看呢？这就是个问题，你懂吗？因为假如说你问他，阳光，人家讲我欺负你，他一定会讲没有啦，哪有？人家不会讲真话，你懂吗？除非你跟他很要好。那如果只是一般同事，人家万一他心里很受伤，或者他不受伤，他 care 还是不 care？我其实过去很多年里面有过，次数不多有过的。我真的就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很怪，你懂吗？而且怎么解决会有心病？因为我只希望说你能够信任我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这会变成永远的谜的。我跟你讲，阿姐，问题就在这里。没有人会跟你讲真话的，或者说他讲了，你并不认为这肯定是真话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人都是这样，我踩你一脚，不好意思，没事搞不好回去好吗？你祖宗十八代就像在一档节目里面，没有这个意思，被人家讲成这个意思，常常都会有的。同事间的误会对我来说伤害更大。就外人讲，我可以有评判的，我错我就改，对吗？没有就你不喜欢他喜欢，我无所谓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误解我，又没办法解释，有理说不清呀。这很痛苦，这很痛苦。艺人要红，可能方式方法跟渠道都有点不一样但是有一点，我觉得无论是慧玉啊，我们这个包括可乐，包括比你更年轻的，有一点我觉得不变的，就是要努力，这是没有变的，无论是哪个时代，对吗？可能未来搞不好路，可能会越来越难走，也不尽然。我觉得竞争跟压力越来越大，人越来越聪明，对吧？对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希望我跟慧玉都可以继续红下去，阳光可以慢慢赶上来。我会继续努力的。所以希望你们 like and share and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。谢谢阳光，谢谢。我现在在向网红靠拢。网红靠拢。那个有没有人就是讲过你好像有距离感，然后不敢跟你讲话这样？知道。因为你又是阿哥，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我不能做网红啦？还是可以。你有特色，你每一个人都有特色，你一定要想一个特色。我的特色不是你们讲就没朋友，看到我怕了。对呀。我每天开骂5分钟，好不好？我就觉得你不会，不会，对你不会。
现在流行大叔控，所以他们就是喜欢那种大叔，然后又有一点 cute 这样。OK， 你可以走这个路线，好吗？好，谢谢，我努力。哎，可能闯出一片天，对，人家一条鱼都可以了。